第一條問題咧就關於呢個粵海投資嘅。咁我知道粵海投資咧其實都有唔少投資者咧係當佢愛嚟收息嘅，咁都好關注佢個動向啦。咁首先咧，粵海投資咧其實佢個上半年業績同埋第三季業績都公布咗啦嚇。咁佢公布咗上半年業績之後咧，其實個股價咧係有正面嘅反應嘅。點解咧？嗱，咁我首先簡單咁講下佢個上半年業績啦。咁佢最重要就係個每股派息咧，就係0.2397元啊！佢好零丁嘅，因為佢個派息咧陣間都會講，佢係根據嗰個會計準則下邊嘅淨利潤去計嘅，即係好死板嘅。總之你差唔多每股盈利幾多，咁佢就乘翻一個派息比率啦。咁所以佢得出嚟個數咧係好鬼零丁啊！咁啊無論如何，咁佢派咗0.2397啦，咁啊增加咗28%嘅。咁呢個係比預期好啊，因為其實佢嗰個上半年嘅股東淨利潤咧係下跌咗4.6%嘅，咁啊得24.1億元啊，下跌咗4.6%，但係佢每股派息咧係增加咗28.1%嘅。咁呢個係出乎市場個預期之外嘅，即係好過市場預期嘅。咁原因係乜嘢咧？原因咧就係點解佢盈利跌咗4.6%，但派息可以增加28.1%咧？原因就係佢將個派息比率，因為佢2023年即係舊年嗰個派息比率咧係曾經大幅咁下跌咗嘅，係去到48.4%，即係講緊上半年對上半年嚇，即係舊年嘅上半年咧，佢嘅派息比率咧係48.4%，咁佢就提升到65%。咁因為呢個咧係提升咗差唔多17個百分點啊，咁啊導致到佢即使嗰個每股盈利係跌咗4.6% 啦，但係佢嗰個股息咧係增加咗28%嘅，呢個就係主要嘅原因啦嚇，唔係因為佢盈利增加，係因為佢大幅咁提升個派息比率。咁管理層都表示啦，咁2024年全年嘅派息比率咧係希望維持喺65%嘅，即係會同中期嗰個派息比率係一樣嘅，都係65%。咁呢個當然係好啦嚇。咁但係咧，佢如果佢冇講出年會點啊，即係出年個派息比率係點咧？管理層就冇講啦。咁無論如何，起碼佢講咗今年係65%啦嚇。咁如果你假設以後都係維持65%，其實已經好好啦，即係唔可以要求佢好似以前咁80幾個%，咁呢個冇可能啦。之前都講過，咁佢係需要預留一啲嘅資金攞嚟同母公司續期啦嚇。咁呢個將來再講啦嚇。咁如果佢維持喺65%咧，即係意味佢未來嘅派息咧係決定嘅因素就係嗰個股東淨利潤啦。咁所以股東淨利潤嘅表現咧，對於佢未來派息幾多咧係非常之重要嘅。如果佢將個派息比率固定咗喺65%，咁唯一變嘅就係你個盈利咯，係咪？咁值得注意嘅係一個咧，就係佢上半年啦，2024年上半年嘅業績咧係冇對佢旗下嗰個內地物業銷售嘅呢一個業務咧做任何嘅減值嘅，冇做任何嘅減值。而佢2023年咧係計提咗18億港元嘅減值嘅，咁佢今年就完全未做任何減值啦嚇。咁呢個咧係一個隱憂嚟嘅。原因咧就係咧，佢6月直至到6月底咧，咁佢有219.5億元即係差唔多220億元嘅發展中待售物業，即係話咧呢啲物業咧，大家知道佢旗下有粵海地產啦、粵海置地啊，叫做粵海置地，係主力係做呢個物業開發同埋銷售嘅。咁物業開發同埋銷售咧，咁你嗰啲物業咧，如果你係起緊嘅即係起緊咧，咁當然起緊未賣嗰啲啦，咁佢就有220億元。咁進攻
進攻待售，即係話已經起完啦，起好啦，不過仲未賣得出，咁咧就有87.6億元。咁你將呢兩樣加埋咧，就係即係話佢待售嘅物業，無論佢係未起嘅，或者起好咗嘅，但係仲未賣嘅，咁佢就有307億港元嘅。咁而呢307億港元嘅待售存貨咧嚇，佢係今年係未做任何減值嘅，未做任何減值。咁一旦未來為呢307億港元嘅待售存貨做減值咧，咁佢就會影響佢股東淨利潤啦。咁呢個係一個隱憂嚟嘅，因為咧佢粵海投資嘅派息咧係好死硬咁樣，就係我個派息俾到乘翻我每股盈利，就係每股派息啦。OK， 咁好嘅方面就係粵海置地咧已經講過啦，就佢話佢唔會再買任何新嘅土地去為咗做呢一個物業銷售啦，即係佢喺物業銷售呢個業務咧，佢唔再攞地啦。OK， 總之將我手上嘅以前已經攞咗嘅地起好咗賣咗佢，咁就完㗎啦嚇。不過咧，佢仍然頭先講過啦，佢有307億嘅貨值咧係未賣嘅嚇。咁事實上，粵海投資亦都公布咗前3季嘅業績啊，之前最近公布咗啦。咁個淨利潤，股東淨利潤咧就下跌咗6.1%。咁你會見到咧，其實佢係比上半年係下跌4.6%嘅，係跌多咗㗎嚇，即係第3季業績係跌多咗。另外咧，佢係仲未為嗰307億嘅待售物業存貨做減值嘅，仍然未做減值嚇。咁呢個咧係比較令到市場意外嘅，因為咧其實大家都知道中國房地產嘅市場咧喺呢段期間咧嗰個樓價咧係跌咗好多啊，起碼跌咗10%啊。咁如果你個市場價格跌咗10%，咁但係你有300幾億嘅貨值，你都唔做減值咧啊，喺呢一刻冇做啦，即係直至到第3季都冇做。咁當然唔等於佢年尾唔做啊，所以而家就市場就擔心，如果你年尾做減值嘅咧，咁會影響到佢嗰個盈利啊。咁會影響到盈利咧，就係會影響佢個每股派息。嗱，咁呢個咧就係粵海投資。如果你係買咗粵海投資，你需要留意呢點咯嚇。好嘅方面就係管理層話今年派息比率應該會維持到65%。隱憂嘅地方就係佢去到全年業績，究竟會唔會為呢307億貨值做呢一個減值咧？咁就係呢個隱憂嚟。